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特别，是关于一位大陆姑娘嫁给台湾老公后的生活。我先声明啊，这个故事是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真实案例。当事人小云是我老乡的侄女，去年通过相亲认识了她现在的台湾老公阿豪。因为我做红娘这么多年，对两岸婚恋比较了解，所以她前段时间找到我倾诉，我才知道了她婚后的这些可怕经历。小云是江苏苏州人，今年28岁，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收入中等偏上，长相甜美。因为工作忙，加上性格比较慢热，30岁的大限将至还是单身一枚。去年她妈妈着急的不行，托亲戚朋友四处张罗，终于通过我的一个台湾客户牵线，认识了同样单身的阿豪。阿豪是台北人，35岁，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高管，收入不错，有车有房，人长得挺帅，1.8米的个子，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最重要的是，人家还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呢。两人先是微信聊了几个月，感觉挺投缘的。阿豪经常出差到上海，终于在去年5月份，两人第一次见面。据小云说，阿豪比照片上还要帅，穿着得体，举止优雅，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只有轻微的台湾腔，听起来特别好听。丽姐，我当时就被他迷住了。小云跟我说，他好有绅士风度，跟我约会的时候，走在马路边上的永远是他，进电梯让我先进，吃饭给我夹菜，还会帮我拉椅子。这些小细节，大陆男生很少有人做到。确实，台湾男生受日本文化影响比较深，在绅士风度这方面普遍要比大陆男生做得好。当然，现在大陆的小年轻也越来越注重这些了，但老一辈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事。阿豪对小云的追求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两人第一次见面后，阿豪就开始频繁往返于台北和上海之间，每次来都带各种精心准备的礼物，有时是台湾特产的凤梨酥、珍珠奶茶，有时是小众设计师的手工饰品，还有一次竟然带了台湾老字号的凤梨酒，据说那可是台湾人过年才喝的好东西。他待我真的特别好，认识才1个月就主动提出要见我父母。小云说，我爸妈一开始还担心他是台湾人，会不会有文化差异啊，以后住在哪里啊之类的问题。结果他一来就给我爸带了茅台，给我妈买了大牌包包，还能用苏州话跟我外婆打招呼，把我全家人都搞定了。哎呀妈呀，这招太狠了！我知道台湾男生普遍比较会来事，但阿豪这手笔确实让人刮目相看。要知道，大陆男生见丈母娘，顶多带点水果、保健品，能送茅台的已经算是大手笔了，更别说还要加送大牌包包。更让小云感动的是，豪非常尊重他的想法。当他提出想继续在上海工作时，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没问题。我可以在台北和上海两边跑，公司也有意向在上海开分部。我争取调过来，实在不行，我辞职来上海创业也可以。这种为了另一半可以放弃自己事业的态度，在事业心很强的大陆男生中是比较少见的。小云被这种体贴打动了，两人认识3个月后就领证结婚了。婚礼定在去年10月在台北举行。小云去台湾前，羡慕的我们这些姐妹团直呼人生赢家。谁不想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疼爱自己，还愿意为自己牺牲的男人呢？婚礼办得很隆重，阿豪家境不错，在台北一家5星级酒店摆了20桌。小云的父母和几个亲戚朋友也专门飞去台北参加。台湾的婚礼和大陆有些不同，没那么多繁文缛节，但也有自己的传统。比如新娘要准备12套礼服，在婚宴上不停更换，象征着12个月的好运。婚礼上，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阿豪的亲戚朋友都很热情地接待小云的家人，不断递酒递菜，说吃好吃好，但私下交谈时不时会有些微妙的话语。哇，大陆发展的真快哦，现在都开始反超台湾了，真是不得了。听说你们那边的年轻人都很拼命，一周工作6天，每天加班到半夜，真是佩服。这些话乍一听是赞美，但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你们从前比不上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赶上了，真是了不起。小云当时没在意，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
婚后，夫妻俩先在台北住了2个月，然后回上海定居。阿豪如约在上海找到了工作。然而，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怕的事情也逐渐显露出来。小云第一次感到恐怖，是在日常消费观念上。在大陆，特别是一线城市，年轻人普遍消费观念比较超前，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很多人的生活态度。小云也不例外，虽然不是月光族，但每个月总要给自己买几件衣服，周末和闺蜜下午茶、看电影、吃大餐也是常事。而阿豪则相反，他虽然收入不菲，却极其精打细算。他居然会计算我们家卫生纸的耗用速度。小云崩溃地告诉我，有一次我多抽了几张纸，他竟然说：“亲爱的，这样用下去，我们这个月的卫生纸要比预算多用掉30元呢。”天哪，这也太抠了吧！但这只是开始。阿豪还会记录家里每一笔开销，从菜市场买的青菜到网购的衣服，都要记在一个专门的账本上，每个月底还要做预算分析。他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讲究花在刀口上。小云说，比如他会毫不犹豫地买1万多的电脑，因为他认为那是投资，但同时又会为了省5块钱的停车费，宁愿走15分钟去使用免费停车场。这种精打细算的习惯其实是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台湾经济虽然发达，但受日本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普遍比较保守，注重储蓄和理财。而大陆，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受西方消费主义影响更深，更注重当下的生活品质。有一次我想买个2000多的包包，他问我，你已经有10几个包了，为什么还要买新的？这2000块钱如果拿去定期存款，1年后可以变成多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惊呆了，谁买包包还考虑定期存款利息啊？不过阿豪在某些方面又出奇的大方，比如他会定期给台湾的父母汇钱，每个月雷打不动，逢年过节也会准备厚礼。这一点倒是和大陆的孝道文化不谋而合。其实我慢慢理解他的想法了。小云说，他并不是抠门，而是有自己的一套钱要花在刀口上的理论。只要是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从来不会心疼钱。小云发现的第二个恐怖之处是阿豪的沟通方式。在大陆，特别是北方人，说话做事往往比较直接，有什么说什么，生气了就吵一架，吵完就好了。而台湾人受日本文化影响，说话办事都比较委婉，即使有不满也不会直接表达出来。有一次我做了顿红烧排骨，问他好不好吃，他笑眯眯地说还不错。小云说，我以为他是真的喜欢，结果后来才发现他把大部分都偷偷倒掉了。原来在台湾，还不错的意思就是不好吃，但不想伤害你的感情。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在台湾人看来是礼貌和体贴，但在直来直去惯了的大陆人看来，简直就是虚伪。小云最初很不适应，经常因为误解阿豪的真实想法而闹出笑话。最可怕的是，小云苦笑道，我永远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从来不会直接说不，而是会说这个嘛。我们再想想，或者等一下再说。这在台湾话里其实就是拒绝的意思。阿豪的这种温柔体贴，在恋爱时期看起来是优点，但婚后却成了沟通障碍。小云经常抱怨，我宁愿他直接骂我一顿，也不想他一直憋在心里，然后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事一样。不过阿豪的温柔也有让小云感动的时候，比如他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反驳小云。这种对生活品质和细节的极致追求，在台湾社会很普遍。台湾受日本文化影响深，推崇精致的生活态度，而大陆特别是北方人，生活方式相对粗犷一些，更注重实用性和便利性。刚开始我以为他有洁癖，后来发现不是。小云说，他不是洁癖，而是真的很享受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的感觉。比如泡一杯茶，他能花20分钟，从烧水温度、茶叶品种到冲泡时间，杯具选择都讲究得不得了。这种对生活的态度让小云既佩服又无奈。佩服是因为阿豪确实把日常生活过出了诗意，无奈的是，这种精致有时太耗费时间和精力，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有一次我们就吃个火锅，他硬是研究了半天哪家店的汤底最正宗，用什么酱料搭配最好，
最后把简单的一顿晚饭搞得像国家大事一样。小云笑道：不过现在我也慢慢习惯了，甚至开始享受这种精致的生活。婚后，小云发现的第4个恐怖之处是阿豪对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他和他妈妈的关系也太亲密了吧？小云说，每天必须通电话，哪怕只聊个几分钟也要打。如果有一天没联系，他妈妈就会担心得不得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在台湾，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普遍比较亲密，特别是儿子和母亲之间往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妈宝现象在台湾社会非常普遍，甚至被视为孝顺的表现。而在大陆，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强调独立的家庭观念。结婚后，大多数年轻人倾向于和父母保持适当距离，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妈妈会对我们的家务事指手画脚。小云抱怨道，比如他会通过视频电话检查我们家的卫生情况，给我指导如何做家务，甚至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要发表意见。阿豪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更是让小云崩溃，他不仅不会帮我说话，还会站在他妈妈那边，说妈妈是为我们好，妈妈有经验之类的话。有时候我真的很怀疑，我到底是嫁给了他，还是嫁给了他全家。这种现象在台湾被称为媳妇难为，是许多台湾婆媳关系中的常见问题。台湾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家族观念强，婆婆往往对儿媳有很高期望，希望她能完全融入自己的家庭。不过小云也承认，阿豪的家人在物质上对她很大方。过年过节，婆婆总会给我准备红包和礼物，而且都不是便宜货。小云说，有一次我随口说喜欢一款包包，下个月过生日，婆婆就送了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台湾社会的礼尚往来文化，让亲戚间的物质往来显得更加重要。送礼不仅是表达情感，也是维系关系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和大陆其实很相似，只是形式和内容略有不同。我慢慢发现，其实婆婆也没那么可怕。小云笑道，她只是太关心儿子了，把儿子的家当成自己家的延伸。虽然有时候很烦，但我知道她是真心为我们好。第5个让小云不适应的恐怖之处是阿豪的生活节奏。他做事真的太慢了。小云无奈地说，在大陆，特别是像上海这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快得很，出门打车、点外卖、购物都讲究效率。但他做什么事都慢悠悠的，一点都不着急。举个例子，周末2人去商场购物，小云习惯的方式是事先查好目标店铺，直奔主题，买完就走。而阿豪则喜欢慢慢逛，一家店一家店看，即使不买东西也要进去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或创意。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故意拖延时间，后来才发现他是真的在享受这个过程。小云说，在他看来，逛商场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一种生活体验。台湾社会推崇慢生活理念，注重生活品质和过程体验。而大陆，特别是1线城市，生活节奏快，更注重效率和结果。这种节奏差异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吃饭也是。我习惯15分钟解决一顿午饭，他却能花1个小时慢慢品尝，还要点评食物的味道、摆盘的艺术性。小云说，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总觉得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现在倒是学会了放慢节奏，享受当下。阿豪的这种生活态度让小云重新思考了时间的意义。在快节奏的大陆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总是追求更高的效率。而在台湾，人们更看重时间的质量而非数量。他经常说一句话，人生苦短，何必匆匆。小云说，现在我也慢慢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与其匆匆忙忙过完一生，不如慢下来，好好享受每一刻。最让小云感到恐怖的是发现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认知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他的一些朋友第一次见到我时，大陆人是不是都不能自由上网？甚至还有人问我是不是从来没吃过麦当劳。小云哭笑不得地说，我真的惊呆了，这都什么刻板印象啊！这种情况在阿豪第一次去小云家乡苏州时达到高潮。阿豪惊讶地发现，苏州不仅有星巴克、麦当劳，还有各种国际大牌和高档商场。城市的干净整洁程度甚至超过了台北的某些地区。
他承认自己之前对大陆的印象完全是从台湾媒体和长辈那里得来的，很多都是过时的或者片面的。小云说，来了几次后，他对大陆的看法改变了很多，甚至开始向他的台湾朋友安利大陆的美食和风景。同样，小云对台湾的认识也随着婚后的往来而不断深入。老实说，我以前对台湾的印象也挺片面的，要么觉得台湾很落后，要么就是觉得台湾人崇洋媚外。小云坦言，实际接触后才发现，台湾社会虽然经济增速不如大陆，但在生活品质、社会福利、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两岸之间的误解和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随着两人的婚姻和跨境生活，他们成为了连接两岸的一座桥梁，不断消除彼此家人朋友心中的偏见。现在阿豪的父母每年都会来上海住一段时间，我爸妈也会去台北玩。小云笑着说，两边的老人处得还挺好，经常交流养生心得和麻将技巧。经过1年多的婚姻生活，小云现在怎么看待这些可怕的经历呢？说实话，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所谓的可怕之处，其实都是文化差异罢了。小云说，而且很多我一开始不能接受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了我们婚姻中的亮点。比如阿豪的精打细算，让原本有点月光的小云学会了理财规划；他的温柔体贴，让小云学会了更含蓄地表达情感；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让小云的生活变得更加精致有品味。他的慢生活态度让小云学会了放慢脚步，享受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在不断调整，相互包容。小云说，她变得更直接了，会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一味忍让。我也学会了更耐心一点，不那么急躁。这种相互调整和包容，正是跨文化婚姻能够成功的关键。两人既不是完全接受对方的文化，也不是固守自己的习惯，而是在碰撞中找到平衡点，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文化。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初的闪婚决定是对的。小云笑着说，虽然台湾和大陆同文同种，但文化差异确实存在。正是这些差异，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大家好，我是丽姐，感谢收听今天的故事。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